解放军南部战区7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为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群，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鉴于当前的南海局势，这则消息虽短，但内涵很丰富，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据解放军南部战区官方微博消息，8月7号，南部战区为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旨在检验战区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 观察指，南部战区发布的这则消息虽然很短，但内涵很丰富。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这3种能力，是解放军对一切挑衅性行动采取的有针对性的作战程序和措施，表明解放军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首先，侦察预警表示具备快速发现在我周边海空任何范围的挑衅性行动；快速机动则表明我舰艇、飞机能快速出动，赶赴现场采取应对措施；而联合打击则是针对任何对我实施侵犯行为的势力实施海空联合反制，确保海空控制权，掌握主动权，并根据情况进一步展开打击行动，维护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传递出的威慑信号是非常明显的。菲律宾现在跳得特别欢不仅在仁爱礁、仙宾礁、黄岩岛等南海岛礁呢频频搞事，而且还积极和域外国家联手搅动南海局势啊。今年以来，美菲、美日、澳菲、日菲不断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或联合巡逻，甚至还发展到了菲律宾和越南进行联合军演，使得南海局势呢不仅 无法缓和，反而变得更加严峻啊！外界注意到，7号当天，美国、菲律宾、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海空军开始在非专属经济区开展为期2天的多边海上演习。这是4国之间首次联合演习，以加强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也是过去10天之内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进行的第3次演习。7月31号，美菲2国海军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8月2号，日菲又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对于这一连串的动作，有分析指出，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搞演习，看似在涉海问题上增加了底气，但实质上非引狼入室的做法，不仅导致大量军事力量在南海集聚，也冲击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中心性。当前，东盟国家中只有菲律宾毫无战略自主性，美国的取向就是菲律宾的取向。如果不加大对菲律宾马克思政府的反制力度， 那仗着域外国家撑腰的菲律宾搞事的嚣张气只会越来越高。现在解放军南部战区部队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就是在警告菲律宾和其背后势力想要搞乱南海、挑衅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军绝不答应，而且解放军完全有能力 战胜一切挑衅。多方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表示，这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与这一地区的伙伴保持联系，各方的明确共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使冲突升级。布林肯说，美方已经直接向伊朗传达了这一信息。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But everyone in the region should understand that further attacks only perpetuate conflict, instability, insecurity for everyone. And further attacks only raise the risk of dangerous outcomes that no one can predict and no one can fully control. It's urgent that everyone in the region take stock of the situation, understand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and make decisions that will calm tensions, not exacerbate them. 同一天，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马克龙在电话中表达了对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佩泽西奇扬表示，基于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伊朗不会在受到侵犯后保持沉默。他还表示，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双重标准的态度支持一个不遵守任何国际法律法规，在地区实施犯罪行为的政权。如果美西方真的希望维护地区稳定，他们必须停止支持以色列 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犯罪行为，并要求以色列接受加沙停火。那我看呢，他现在呢是，主要倾向是不希望此轮这个伊朗带领的抵抗轴心对以色列的报复触发酿成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直接战争，也不希望这一轮报复会酿成这个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也是一场
真正的战争，他是不希望这样做的，但是呢，又不得不为这个局势万一失控做出这个准备。